冠病毒好可怕，除了勤洗手、戴口罩，其实还有 AI 智慧能够协助各位一同打击病毒哟。那什么是 AI 智慧呢？我能透过3种学习方式变得更聪明，像是透过海量资讯阅读获得正确资讯，了解新冠病毒蛋白的组成，观察病毒特征，迅速察觉身体异物，揪出顽强病毒。我也能依讯息判断，了解病症，发现味觉丧失、呼吸困难或是发烧等症状后，能分析出是不是被新冠病毒入侵了哟。另外，我也能像人类一样，在互动中学习，用不断的磨练，并从失败中成长，变成领域中的佼佼者。像我之前还下棋打败过世界围棋冠军呢。重点是我还能化身成更多的模样，帮助人类阻挡 COVID-19 的入侵哦。大概在指挥中心在去年中就把这疫苗的一个布局基本的。为什么部长边说话，字幕可以及时翻译呢？现在的人工智慧，它用的方法就不再是传统的断词断句，它的方法是声音只要截取出来以后呢，它会把它变成多对多的处理方式，所以它学的越多，它的经验越丰富。所以各位看到翻译的时候，一开始还是会偶尔有1、2个字是错的，但是呢，没关系，这一句话结束的时候，他就会去把修正回来，换成正确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化身成智慧判读体温的好帮手，精准测量你的体温，而不会侦测到手上食物的温度哟。我们介绍热像仪，它基本上是红外线的原理，在人潮聚集的地方，像是车站百货公司内的人流当中来测量每个人体温。这个热像仪非常的聪明，它可以去侦测出来像是人的头的形状，所以它可以很精确的把人的额温量出来，而不会去量你手中的便当或者手上的咖啡的温度。我们也会被运用在生活中，能够协助运送防疫物资呢。确实，在这一次的防疫期间，机器人帮了大忙。例如说，机器人呢可以协助去搬运一些物资同时呢也可以去协助帮忙自动消毒电梯病房等等。但因为受限路径的影响，如果忽然新增需要运送物资的病床，或是临时把我移到陌生的环境，我就必须要重新演算路线，才能好好发挥功能了。在这项人工智慧的技术当中，其实是以电脑软体来协助医师判读病患的胸部 X 光，进一步来判断是不是有肺炎的感染。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用电脑是由有经验的医师去看是不是有发炎的区域，例如毛玻璃状的区域。现在呢，有了电脑就可以很快速的，几乎不用休息的，一张接着一张去快速的辅助医师去判断出来。在疫情期间，还有一个超火的 APP 台湾社交距离，透过蓝牙比对就可以知道过去14天有没有跟确诊者接触哦。手机上面它有一个短距离的通讯技术叫蓝牙，它很容易受环境干扰。那么我们加入人工智慧以后呢，去做大量的实验，就可以知道确诊者离我有多远，是不是已经进入我的警戒范围。所以在未来，尤其现在疫情进入社区了以后呢，它可以在你生活上扮演一线尖兵的角色。也许有那么一天，人工智慧会越来越像人一样聪明，什么事都可以做。人工智慧呢，仍然需要时间来学习。我们很期待人工智慧能够正面的协助我们的社会，同时也能够节省人类的工作时间。我们 AI 智慧完美在生活中运作，不仅陪同对抗疫情，还能给你大大加分的美好生活。